你們害怕死亡嗎？死亡是什麼呢？我一直以為自己對死亡這件事算是理性的人，直到我遇上亡靈節。面對離開這件事，我才發現，原來有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。他們把思念放到台面上，讓它被看見、被分享，也讓那些來不及說完的話，終於有機會好好說完。如果你也曾經失去過誰，想念過誰，看完墨西哥的亡靈節，也許會得到一個不太一樣的答案。亡靈節大約落在每年的10月31到11月2號，但其實早在前一周，甚至更早，城市就已經開始變得不一樣。橘色的萬壽菊、骷髏裝飾、剪紙旗幟，家家戶戶開始佈置門口，街道上也慢慢被節慶的色彩填滿。他們準備食物，擺設靈壇，點上蠟燭，放上照片，把一切都先準備好。因為他們相信離開的人會在這幾天回家，而瓦哈卡的亡靈節氛圍特別濃厚，這也是我這趟最想親眼見到的一件事。怎麼突然就晚上了？是不是？它這個活動好像過年哦，因為它好多天呢。它10月28到30號是準備的階段。然後31號就是今天晚上，它就是夜晚的迎靈夜間儀式，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其實是有遊行的。今天還有夜間守夜，然後你會看到有很多人可能在墓地有蠟燭啊、擺花，然後家人聚會這樣子，然後歡迎兒童的亡靈或是比較年輕的亡者，這是今天的活動。那明天又有別的，好 ，OK， 這是我的妝，看一下，畫那麼久要看一下吧。OK， 你知道我在哪嗎？我為什麼在這呢？因為我的身體發炎了。我剛剛去醫院拿了處方簽，然後現在要來藥局拿藥。OK， 一個小插曲。OK， 我在拿藥中，然後呢，這藥局的音樂超嘻哈的。亡靈節快樂！像不像調酒？這是我的抗生素。你的酒吧在藥局哎。Yeah， 超離譜的。超嗨的。重點是我這個抗生素超好喝，是檸檬口味的。OK。旁邊跳。謝謝。跑着影片上去被他老闆看到怎麼辦？蠻好笑的，我天哪！我不是去吃藥的嗎？放這個，真的。雖然我也蠻挑的，我直接買一支冰吃，我不管了，實在太不爽了。那邊蠻好吃的。好，我慢慢晃過去，反正亡靈節活動都到蠻晚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們走進瓦哈卡老城中心。第一個震撼是，路邊竟然好多人在化妝，街邊的小攤位擺着刷具和簡單的顏料。我自己在出發前包辦了妝容與服裝造型，朋友們找了一間看起來還可以的地方化妝，有的人畫得很精緻，有的人畫得很可愛。大家為了融入這個節日，各有各的巧思。El arte artista.
Gracias. 看，这个是你的傑作。我怎麼了 ？Bang！ 畫家本人。這個是路邊的傑作。哎，在哪裡？這樣漂亮。化完妝沒多久，遠處就傳來一陣一陣的喧鬧聲，遊行隊伍慢慢出現，人群也開始跟着流動。亡靈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之前，在這片土地上，對死亡的想象早在西班牙人來之前就存在。後來天主教的諸聖日、追思日被帶進來，兩種傳統慢慢疊在一起，才是如今大家所看到的樣子。我跟在這支大型隊伍後面走，心裡一直覺得不可思議。臉上的笑容、街上的音樂、紀念的方式，全都跟我熟悉的世界不太一樣。在我從小習慣的語境裡，提到死亡，音量會自動變小，表情會收起來，大人會要你低調。可在我哈卡，音樂要開到最大，大家在街道上一起跳舞。整座城市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遊行隊伍，有的是一整團樂隊，隊形整齊，裝扮華麗，也有的像街坊聚會，提着音響，敲着手邊能敲的東西，節奏不一定完美，但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投入。你可以隨時加入，而跟上去之後，你也不太需要知道目的地在哪裡，因為你很快會知道，重點本來就不在終點。他們對生與死的理解，跟我以為的並不一樣。對他們來說，離開的人從未真正消失。一張照片，一個名字，一句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，某道菜的味道，某段你忽然想起來的回憶，那些一起生活過的日子，在被提起時，就是永遠存在的證明。哇哦，各位，講講，它圖片沒有騙人哎，一樣哦。寫實。哇，請問這怎麼咬？可以，好多種口味。它其實很像那個早餐店的，然後全部混在一起。對。就肉排、雞排什麼都可以都在裡面。大雜燴漢堡。然後多少錢啊？65塊，等於台幣120吧。100出頭，對，120。太便宜了。嗯。沒事。哇，你那個 cheese。哇，好好吃哦。很酷。就那種在地爽的那種。對對對。好，走吧，我們繼續走。OK。pues siempre
我們點了一盤綜合盤，服務生推薦給我們的，裡面居然有蟋蟀，試試看嗎？我想吃起來像小蝦米。你現在的妝吃蟋蟀很搭哎。真的嗎？OK。小蝦米。我的人生第一次吃蟋蟀，還不錯。還不錯嗎？然后我的臉超皺，還不錯啊，其實。啊，嗨動嗎？慢慢吃。這邊的食物真的要習慣一下。我基本上是一個什麼都吃的人。對，我也是。這間餐廳啊，好像是當地人蠻愛的一間餐廳。但我們現在還是習慣它的口味，一輪覺得如何？我覺得真的就不是我們的口味了，需要習慣一下。对，這一趟應該沒辦法習慣，可能要看之後了。你那個 cheese 很恐怖，是不是？也不是恐怖，就上面有 cheese 味，他們當地的 cheese，瓦哈卡的 cheese 是有名的，但我不習慣。那你這樣就不能吃瑞士的 cheese 太重了，我好像沒有，就是接受度不是很高。我第一次去瑞士的時候也沒辦法，那大一點之後去就覺得哦，我有吃懂。好，還你。簡單跟各位講一下好了。好。這個算是什麼？玉米做的有點像糕點的感覺，它上面加的那個白色的是甜的醬。那这個呢？他們的粽子好吃嗎？不會不好吃，真的，你可以吃吃看。沒有，我覺得其實應該都是好吃，因為當地人非常喜歡。應該說有習慣嗎？一般。瓦哈卡粽也是他們的特色菜。對。香香的。可是你插很小口。這樣怎麼不大口？然後呢，一輪繼續介紹好了。然後這一坨，這個是那個燉豬肉，我剛剛吃的感覺。還行嗎？也不是不行，也沒有不行，但可以告訴我你習不習慣？好辣哦。可我剛剛吃還好哎。我也剛吃好像也還好，還是你吃到那塊很辣？我們的水呢？我們水沒了。那先巧克力，先一個超甜的。不行，那個太熱了，我會更辣。先這樣好了。好。沒有了，就這邊食物真的沒有習慣。我們本來就想試一下當地的東西。對，我們可以這2天再多嘗試幾間，好不好？這間沒有不好吃，我先講，是我自己不習慣的問題。一輪超強的，一直在試口味，好厲害他會不會試一試，然後整盤就吃光？但我就很想知道他們到底要怎麼吃。对。好，來這一口試試看。這一口是蟋蟀加玉米蛋糕那一個。OK。好吃嗎？突然變得不差。蟋蟀好像不能單吃哎。所以蟋蟀是配料。像醃菜一樣，因為它很酸。對，它的味道很重。我剛剛這樣子配，它變得，因為剛剛我們吃這個很甜。對。然後這個很酸。對。然後玉米餅又綜合的味道，尾巴有點辣辣的。好像還可以。要不要試一個 ？No。沒關係。我現在該吃藥了，我該吃藥。好。我靠！遊行結束後，我們來到瓦哈卡市區外的一處墓園。一踏進園區，和剛剛熱鬧的氛圍截然不同。街上的鼓聲和笑鬧像被留在遠處，這裡只剩下腳步聲。目前一顆顆蠟燭被點亮，鮮橘色的萬壽菊布置讓原本沉靜的墓園有了溫度。
我覺得亡靈節最特別的地方就在這裡。剛剛城市裡的熱鬧聲，像是離開的人留下的旋律，活着的人走進去跳舞。而當回憶突然湧上來的時候，那就像一首歌被倒放，你會一路回到某個人還在的那個瞬間。他覺得你那塊布太高級了，太爽了。真的，我的天！你朋友撤了，還咬那個布了。No no no，OK OK。看起来好久沒躺到這麼舒服了。怎麼那麼好笑？這個哪有？他進去了。他真的假的 ？No。算是一種侵犯。哇。熱紅酒的感覺。对，這個我可以，我不過。好舒服哦。這是很像歐洲喝熱紅酒一樣哎，完全都是那個肉桂味道，裡面有煮水果，有水梨。哇，好舒服，超舒服，而且超燙，它就讓你夠溫暖這樣子哎，好開心哦！這個太冷了，你知道現在幾點嗎？半夜2點半。我真的從來沒想過我會半夜2點半然後跑去逛墓園哎。我小時候，假如說跟我講這種說，我們半夜2點半去逛墓園，我一定嚇死。會被媽媽念。我絕對會被我媽罵瘋。但是我跟你講，這邊不一樣，這邊整件事情超級溫馨。我昨天開始有看到很多那種店家啊，或者他們自己家裡面就擺了過世的親人的照片什麼的。我跟你講，完全不可怕，超溫馨，而且會想掉眼淚那種，很棒哎！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向他們學習。白天的時候，你也可以到墓園走走，你會看到很多家屬就坐在墓旁，有人帶着食物，有人帶着酒，有人點蠟燭，有人整理墓碑，有人聊天，有人大笑，也有人只是安安靜靜地坐着。有人看到我們，拉着我們一起加入他們的家族裡，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熱情與幸福。在2025年結束之前，我們來到瓦哈卡參加亡靈節，讓我多了一份很特別的感悟和體驗。我知道，對一些人來說，這一年並不容易，不只是個人，甚至整個世界，生老病死、天災人禍，那些不可控制的事，常常讓人感到無力，甚至絕望。而亡靈節讓我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些痛苦和不安。面對摯愛的離去，當然很難過，他們也是，只是他們把那份心如刀割的情感留在生活裡，留在儀式裡。也正因為這份情感，他們相信逝去不是終點，更像是一種關係的延續。所以你說，死亡是什麼？我們怕的真的是死亡嗎？還是怕某個人離開之後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對他說話，再也沒有機會好好想他？墨西哥人用亡靈節給了我一種答案：如果你活得夠深刻，愛得夠真，那你我就不會真的消失。我們會一直在某個人的故事裡、笑聲裡，一同吃着飯，繼續存在。